妈，清水来了。叔叔阿姨好，我给你们带了点自家的水产，都很新鲜的。爸妈，这是小水的一点心意。我希望你们和我去见一下伯父伯母，商量一下我们的婚事。儿子，你真要娶她？就是，别以为他是省状元，工作好就能进咱们家的门。他们家可是卖臭鱼的，是想让我们过去帮忙捡臭鱼烂虾吗？可儿，我们家虽然是做水产养殖的，但是你放心，现在啊都是科学养殖，绝对没有什么臭鱼烂虾的。而且你们过去，我爸妈肯定会好好招待你们的。你们要是不愿意去，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你们也别来了。我是你妈，你这是要气死我呀！他根本就配不上你，说不定啊，就是看上咱们家钱了。搞了，毕竟都是孩子的事，你就别打干活了。再怎么着，他也是农村臭养鱼的，档次能高到哪儿去呀？我可跟你说啊，要是没有龙虾、鲍鱼、香槟酒，我才不会跟你去那种猪才能住的地方。小可，怎么说话呢？小水毕竟是你未来的嫂子，没大没小的，赶紧给人道歉。道什么歉？你妹妹说的没错，敖清水，我实话告诉你，能配得上我儿子的，只有李氏集团的千金李雪茹。你要是识相点，就赶紧跟我儿子分手，免得大家面子上都过不去。你们太过分了！亏得小水带他们家特产来看你们，你们竟然这么对他！伯母啊，这么热闹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看到这里还有东西。我就说，怎么一进来就闻到一股子臭水沟里的鱼腥味儿？清水妹妹，你就给伯父伯母带这种东西啊？我这金枪鱼可是5万块钱一条的。就是，什么臭鱼烂虾都往我们家钻。有些商家为了卖个好价钱，硬是把廉价的鱼包装的光鲜亮丽，招摇撞骗。你说对吧，嫂子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嫂子啊，你毕竟是985毕业的，该不会还需要我解释吧？可儿，你够了！李雪儿，我跟你早就分手了，谁让你来我家的？庆丰，难道你真的要为了这种女人得罪我吗？现在的眼光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这里有500万，你跟他分手，和我复合。李雪儿，你觉得我缺你这500万吗？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赶紧滚出我家！程俊峰，我承认，以前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是我早就已经后悔了。我堂堂千金大小姐，哪里比不上这个卖臭鱼烂虾的乡巴佬？李雪儿，我们家确实是农民，但我们是用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努力挣钱的，我们问心无愧的。你是有钱，可是有钱就能买到真心和感情吗？小水，你说的对，我们早就结束了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还是死了那条心吧。你们，哎呦，傻儿子呀！我看你真的是被这个小狐狸精迷了心了。你怎么就……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就去一趟那个破东西。等你亲眼看过，你就知道该选谁了。各位，咱们龙族希望培养计划圆满成功。是时候和三公主摊牌了，告诉他们咱们龙族的秘密。太好了，村长，为了咱们敖家继承人培养计划这个100年传统，我们可是忍了好多年了。你看，我这6位数以上的翡翠，我都不敢带出门。就是，每次三公主回来啊，我都得把我那些千万级的限量宝贝儿啊，藏在地下车库里。出门呐，只敢开迷你宝马。你们做的都很好，这三公主
从小过苦日子长大，这如今都考上了状元，也算是寒门贵子，完成了1层考验。这他要是再找个心爱的人，完成婚礼，就算是完成了2层考验，比翼双飞，打破了诅咒，咱们就可以回东海了。小水来电话了。哦，喂，小水啊。啥？你要带你男朋友回来？好啊！放心，我和你妈还有这些叔叔婶婶，一定能办得好好的。哎，好嘞，等会儿见。三公主要带男朋友回来了。对，而且啊，马上到村口了。只要小水啊完成第2层考验，和心爱的人结婚，那咱们龙族就算是打破诅咒了。打破这个诅咒，咱们岂不是可以离开这个东海村了？对了，我让我们家那口子呀，把我们家那些金条、什么夜明珠什么的，成箱我这儿搬。到时候我们给2个孩子6个亿，够不够？好，咱们呢，赶紧去准备一下，去接人。这什么破地方呀，鸟不拉屎的，路还这么难走，导航都搜不到，扶贫忘了扶你们家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村是有点偏僻，不过你们放心，前面再拐个弯就到了。而且我爸妈还有乡亲们特意准备了好酒好菜，等着迎接你们呢。对啊，爸妈，小可，你们在城里待久了，肯定很久都没有见过这么美的风景，就当是旅游放松心情。儿子，我说你真的是吃饱了撑的，放着城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到这个破地方来受罪。哎呀，这穷乡僻壤，我看你是脑子抽风了。就是放着李氏大小姐不要，大过年的还要带着我们跟一个穷鬼过来吃苦。哥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程小可，你要是不愿意去，马上下车。叔叔阿姨，前面再拐个弯就到我们村了。叔叔阿姨，可前面的路太窄了，车可能过不去，所以需要辛苦大家走过去了。走过去？哦，清水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要不愿意走，自己留这儿。这晚上山里指不定有什么。哎呀，敖清水，我真是受够了！我这可是限量款名牌高跟鞋，几万一双呢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非得拉着我们来这个破地方，我的鞋也不会坏。走，快点！小水他亲家怎么还没到呀？你们看，他们来了！恭迎三公主回家！还三公主呢？你们演电视剧呢？我3岁就不玩这么幼稚的游戏了。就是，敖清水，你们村的人这是嗑了几斤药？大白天的还没睡醒，还三公主，我还是王母娘娘呢。爸，什么三公主啊？没什么，他们是说呀，你越来越漂亮了，像个小公主一样。好孩子，走，咱回家。爸妈、表姑、四伯，伯父、伯母。你看这城里的小伙啊，就是很帅，一表人才，眉清目秀，这身体还很壮实，这以后啊，肯定能给咱老敖家呀添丁加娃。你呀，你一把年纪了也不知羞涩。
好了，走，回家了，回家了啊！哎，敲起来！来，大家里面请，都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我就说这不是人住的地方吧？咱家狗住的都比这强，这是拿我们当要饭的呢。那个爸，我妈呢？你妈妈她来了，来了。妈，您这是？咱家的养殖场啊，刚钓了一批新鲜的鱼，正好晒成鱼干，给亲家们尝尝。果然是臭卖鱼的，这种廉价货你好意思拿出来招待我？当我们都是要饭的吗？就是，我们家平时吃的鱼啊，那可是正统蓝鳍金枪鱼，像你们这种臭水沟里养出来的鱼啊，我们家狗都不吃。不好意思啊，亲家，时间太仓促，家里也没有准备更好的东西。这些飞龙鱼味道不错的，先委屈你们将就一下了。什么？车上晒的是飞龙鱼，18万1公斤的野生长江刀鱼18万！这怎么可能？一个穷乡僻壤的破村子，哪能吃得上这么贵的鱼？小水，你们家哪来那么多飞龙鱼啊？还有那些千万豪车，竟然被用来晒鱼干。我也不知道啊。爸妈，咱们这些鱼还有这豪车，你们是从哪儿借来的呀？我跟你们说，程家是第一次来咱们家，这样忽悠人家不太好吧？小水，这些车确实是咱家亲戚的，鱼也是你爷爷今早上用龙骨从咱家养殖场钓上来的。尽可瞎吹吧，还龙骨？我看天上飘着的云不是云，是你们家的牛吧？这外头的豪车和鱼加起来都有7、8个亿了，你们家真这么有钱，还住这儿呢？就是，小水，既然你们家这么有钱，那当初劲风创业的时候，怎么才贷款10万，还吹什么狗屁的龙骨？这是活在侏罗纪时代呢，龙啊早就灭绝了，拿我们当傻子呢。够了妈！小水每天陪我辛苦创业，白手起家，一天干3份工，你们别太过分。你这个死孩子，我这是在帮你啊，免得你被一些心思不单纯的人给骗了，惦记咱们家的钱。阿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。好了，别因为这点小事儿搞得大家不愉快。军峰，这是我给你和小水的压岁钱。我还以为多大款呢。妈，你看这红包都没有咱家一张厕纸厚，这里面不会只有1块钱的纸币吧？哼，就没见过这么抠搜的一家人。不想给压岁钱就算了，何必要拿一张破纸来羞辱我们？亲家母，这不是破纸，这是地龙银行的支票。凭这张支票啊，能兑换5个亿的黄金。随随便便一张破支票就说是黄金凭证，糊弄谁呢？这可是地龙银行的 VVVIP 服务，全国仅有5张，连我们程家都没有。你觉得它会出现在一个破山沟里臭养鱼的土鳖手里吗？妈，阿姨，我敬您是俊峰的母亲，所以一直对你再三忍让。可是也请你尊重一下我的家人们。尊重是靠自己赚来，不是拿着一张廉价的破纸磨成黄金凭证骗来。亲家，家境不好没什么，有没有钱我们也不在乎，但是人品要过得去吧？你这么骗我们，是不是有点太缺德了？儿子，你看看你找的都是什么人，一家子没有一句实话，一帮穷酸亲戚。妈，怎么在说话呢？
我们骗你什么了？我们村里面虽然没什么钱，但是随便一家跟你们城里人相比啊，那都是亿万富翁的存在。敖清水，你听见你表姑吹什么牛了吗？还亿万富翁？我看你们家玩的是大富翁吧。儿子，我们走。妈爸，我说过了，这辈子我就只认定小雪一人，而且她已经答应我的求婚了。不管你们愿不愿意，我都会一直跟她在一起。怎么就生出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啊？这个狐狸精有什么好？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，让你颠三倒四的，还敢顶撞你亲妈？哥，趁早还是把他甩了吧。人家那个李氏集团千金，不比这个穷鬼强啊！程小可，别再跟我提李氏集团的那个女人。阿姨，我和俊峰是真心相爱的。闭嘴！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爹妈一身假货，满嘴谎话，你用的是什么好东西？亲家母，不就是钱吗？你大可放心，我现在就叫人往你账户上打2个亿的现金，就当给孩子当见面礼。喂，现在给程家账户上打2亿现金，1分钟之内必须到账。把年纪了，脸皮比程强还厚，吹牛都不打草稿。亲家，我们程家虽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，但也不是3岁小孩，1分钟打2个亿，根本不可能。银行的审批时间都不止1分钟。我们一家4口来到你们穷山沟，可不是让你们取乐了。爸，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呀？你别再胡闹了。小水，放心，区2亿，爸爸说到做到。爸妈，真的有2亿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可能？小水，这是真的吗？你快打我一巴掌，让我看看是不是在做梦。是真的，不是在做梦。哎呦，亲家，亲家，哎呀，你看看你们，这也太客气了。哎呦，看来啊，还是钱好使。今儿个呀，我可是见了变脸戏法了，哼，真值。这也怪不了我们啊！你看看你们住的这个破地方，一块像样的砖都没有啊！谁知道你们家这么有钱，还一直藏着掖着？难不成这钱见不得光？是啊，爸妈，咱们家什么底子我最清楚了。这么多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这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？傻丫头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咱家呀是东海龙族，你是我们龙族的3公主。咱家的养殖场啊是祖上传下来的，我和你爸把一部分养殖场外包给隔壁镇，现在咱家还有4万亩养殖场，20万亩果园，城里呢还有10栋写字楼和32条商业街的出租。爸妈，咱们家虽然穷，但是也不能骗人家呀。这是什么东海龙族3公主？你们在这编故事呢？小水，你还不知道你爸妈呀？家里没有的，怎么可能会乱说啊？爸妈，我听说现在乡下的地的确值钱，先不管什么龙族不龙族，这2亿现金咱是捞着了。要不再看看情况。哎呦，亲家，刚刚啊都是一场误会，这钱不钱的真的不重要，我们只是担心啊，就我儿子对小水的心不坚定，特意才演刚才这么一出，试探试探他，你可别见怪啊。妈，这些都是小事，亲家公、亲家母，咱也别在外面站着了。我特意让我们家厨师做了一桌子的拿手好菜，走，咱进屋吧。走走走，走。小水啊，看看吧，这些都是爸爸这些年给你攒的，让你从小过了苦日子，是爸爸对不起你。如今你也是长大成人了，然后这些东西全是你的，
这就是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用的如意金箍棒。这就是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用的如意金箍棒。金箍棒？他兄弟银箍棒。哦，真是开了眼了！你们敖家还生活在《西游记》里吗？还孙悟空金箍棒、银箍棒，这不就是个会发光的不锈钢管吗？我们程家虽然不是什么高官权贵，但也比你们这些乡下破落户强多了。你们这样一而再、再而三把人当傻子，也欺人太甚。妈，我相信小水和伯父伯母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们就是想和我们开个玩笑，缓和一下气氛，对吧，小水？那个爸妈，咱们这个玩笑真的有点太过分了。小水，爸妈没骗你。其实咱们家是……饭做好了，大家赶紧吃饭吧。对，军峰，你一定饿了吧？走，大家吃饭去。走吧。切，一个农村臭卖鱼的，说的好像什么有钱的大户人家，还私人厨子。我看你们这些穷鬼能演到什么时候？来，里面请。果然是穷鬼，家里连个像样的灯泡都没有，真是可怜啊！就这，还有钱请私人厨师呢？一会儿端上来的，该不会是什么没人吃的臭鱼烂虾糠咽菜？喂，你会不会说话？一群有眼无珠不识货的，看清楚了，这一屋子全都是货真价实，一颗就值1亿呢。你们再看看这桌布，你们以为这是普通桌布吗？这不是普通桌布，这可是哪吒身上那条混天绫上绞下来的一截儿。当年这臭小子把我们敖家3少爷拐走了，特意留下的一截儿作为补偿的。你们看看，还有这把椅子，这可是龙宫翁绒罗和黄金宝罗打造而成的，价值连城。小水，这位是李婶儿。我听说这龙宫翁绒罗可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，距今有5.7亿万年，被称为活化石，全球也就300克。高品质的黄金宝罗，它的价值可媲美同等重量的黄金。就这么做成椅子了？伯父，这东西没有您说的那么贵的。这些都是我小的时候和爷爷在养殖场里捡的，里面还有好多呢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回头给您送几麻袋。爸，你确定吗？你要不过去看看？我说，我们程家都没有的东西，这种穷乡僻壤怎么可能有？傻子才信！你不看看这穷酸的样子，一间破砖头垒的房子。要真有这么值钱的宝贝，我蒋莲就当场吃了这些椅子。小沈，不管是不是真的，都没法改变我爱你的事实。你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东西！够了，我也看不出是真的假的。你个死鬼，那你看的跟真的一样。我只是在报纸上看过，然后也没摸过，也没做过，我也不知道真的和假的有什么区别。我看啊，肯定是假的。他们家要是真的这么有钱，怎么还会住在这种地方？什么黑卡夜明珠，什么温绒罗、黄金罗的，这些低等的乡民只会唬人。穷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又穷又装的人。哼，儿子，看见没有？你娶的这个女人，这一大家子嘴里没有一句实话，这种人可不能娶进家门。万一以后出轨老男人，倒把你骗得团团转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妈，我听说现在乡下水产养殖很挣钱，他们家又是一村之长，说不定没咱想的那么穷。要不咱们再静观其变一下？这是今天第一道菜，鱼子酱牛肉。伯父伯母，俊峰，你快尝尝，我张叔的手艺啊，可是10里8乡都知道的。我从小就吃惯了他做的饭菜。
听你们吹这么大的牛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山珍美味呢，不过就是一些廉价的鱼子酱和土牛肉。这些菜的成本合起来都不够我买双袜子，这种廉价货还好意思拿出来招待客人？程小可，你别以为你是俊峰的妹妹，你就可以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这样对我的家人。这饭你就算是不喜欢，那也是我爸妈的心意，你也应该保持最起码的尊重。哟，这还没过门的脾气就这么大，要是过了门儿，我们程家是不是得改姓敖啊？亲家母，话可不是这样说的，这可是白金鲟鱼的鱼子酱，这牛肉也并非一般的牛，是牛郎和织女养的那头老牛的后代，这味道堪称世间绝味。不信，你们尝尝。是啊，我们家张厨师是米其林3星的厨师，手艺一流。爸妈哥，我看他们是把我们当傻子逗，我看只有真傻子才会相信他们的鬼话。小可，少说2句。抱歉啊，小可从小被我们惯坏了，大家别往心里去啊。既然几位不相信我的厨艺，那接下来就睁大眼睛看着吧。黄金蟹，法国龙虾，我们也花吧？这都是世界顶级的食材，随便1斤要100万。我真没想到，在这儿能见到我一辈子不可能见到的顶级海鲜。小水，你们家这么有实力啊？这些都只是我爷爷水产养殖场里面随便捞出来的，我也是刚知道这些食材这么昂贵。哼，真装！谁知道这些海鲜是不是别的肉冒名顶替的？更证明不了这厨子的身份。雪儿姐之前经常带我去吃米其林，是真是假，我一尝就知道。这虾的口感竟然和米其林主厨做的一样，比米其林主厨做的还要好吃。这不可能！米其林的主厨怎么可能跑到破山沟里面给你们做饭啊？等等，这筷子纯金的，这筷子纯金的啊！竟然真的是金的！爸妈，咱们家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金筷子啊？小水，听妈解释，其实咱家一直都很有钱，只是爸妈担心你知道咱家条件好，不好好做龙，好好做人啊。哦，所以我们就假装咱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的假象。亲家，你看这四周，乞丐住的都比这像样，我看他们根本就是在唬人。像他们这种为了钱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人，我见得多了。这些菜肯定是从米其林餐厅偷出来的，之前给的支票肯定也是假的，咱不能上当啊！程小可，你别太过分了！你吼什么吼啊？我女儿说的没错，你们这一家子都太可疑了。谁知道这些东西是你们用什么不三不四的手段得到的？想攀我们程家的高枝，可没那么容易。你们没完了是吧？哥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和爸爸都是在帮你。你竟然打我！我看你才是那个势利眼。我早跟你们说过，我和小水的事不用你们插手。既然你们执意要拆散我们，那我就跟你们断绝关系。混账！我和你爸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到头来你居然要为了一个捞女跟我断绝关系！早知道我当初就不该生你。哥，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好的？要钱没钱，要姿色没姿色，浑身上下就一张嘴和脸皮又厚又硬的。你到底看上她什么了？都是你这个贱人！要不是你的出现，我哥也不会变成这样。只要有我在，你休想进我们程家的大门。伯父伯母，我真的不是为了程家的钱。我要是为了钱的话，也不会陪着俊峰从一无所有一路打拼到现在这个地位。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。小水说的对，
就算他是一个乞丐，我也只爱他。哎呀，你糊涂啊你！你可是 A 市最年轻的商业天才，放着那么多家世背景和样貌数一数二的好姑娘你不娶，你非要娶这个穷山沟里臭卖鱼的？你脑子里都是浆糊吗？妈，我不许你这么侮辱小水。说错了吗？他哪点比得上人家雪儿好啊？人家李家家境丰厚，人又长得漂亮，你趁早和这个臭卖鱼的分了，和李家联姻。要我娶李雪儿，我宁愿死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选他，还是选？我选小水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伯父！贱女人，我是不会让你毁了程家的。我哥真的要被敖清水这个人勾走吗？赶紧速嘛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这个不孝子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，把你爸都气成什么样了！爸妈，你们为什么非要逼我呢？难道你们看不出来我对小水的决心吗？你个逆子，我们还不是为了你好？决心有什么用啊？这个倒贴货说的好听，就是贪图咱们家的钱，只有李家那种豪门大户才配得上你。看到没有，这条项链就是李家千金李雪儿买给我的生日礼物，这上面的钻石啊，那可是世间稀有，随随便便一颗就是价值千万，不像某些心怀不轨的捞女，只会吹牛用假货。什么玩意儿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被人骗了都不知道。你说谁被骗了？有眼无珠的老东西，在这穷山沟里住一辈子，你见过什么好东西啊？恐怕连宝石是什么都不知道吧？少不懂装懂，还嫌你们村的人丢脸丢得不够。二叔，您刚才说的什么世间稀有？这不就是咱家矿上自己生产的吗？虽然是一个碎钻，但价值千万。但它是最廉价的劣等货，跟咱家其他的珠宝比起来不值一提。果然是年纪越大脸皮越厚啊！我算是知道你们家吹牛皮的功夫是怎么来的，合着是祖传的。程小可，你怎么我没一走了之，让你失望了？我说过，只要有我在，我是不会让你进我家的门。我可不会把我哥一个人扔在你们这狼窝里。够了！李家可是100亿豪门，区区一串项链，用不着像某些人一样煞费苦心造假。倒是你呢，老的小的，两张嘴皮子一碰就是吹牛皮，也不怕把自己吹死呀？我看他们是卖鱼卖傻的吧，掂量不掂量的清楚自己几斤几两，还自家矿，矿在哪呢？哼，我看你们家的水产养殖场的鱼啊，都是从十一区跑出来的变种鱼吧，都把人吃出妄想症了。放肆！我在这你们很久了。哎，冷静，冷静。哎呀，亲家母，来喝茶，这是我们自家种的茶，味道啊可香得很呢。这是宋代宫廷御用的茶杯，你们家怎么会有这个？爸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我这个人没什么爱好，就喜欢研究工艺品和古董。我非常确定，不会看走眼。你从哪收来这东西啊？多少钱？我给你钱，你卖给我吧，开个价啊！像这样的茶具，我家多的是，你喜欢送你2套。除了这茶杯呀，我们还为你们准备了礼物，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？啊！老婆，你快掐我一下，看我是不是在做梦。等等，你们怎么会有这个玉观音的？你们怎么会有这尊玉观音的？这玉观音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世界级工艺品大师敖明章先生在归隐闭关之前最后一件作品。他是我最崇拜的大师，我托了好多朋友都没有见他一面。你们怎么会有这尊玉观音呢？伯父，这个敖明章我认识的，
不过据我所知，他并不是你口中的这个什么世界级的工艺品大师，他呀就是一个普通的工艺品爱好者，而且他的作品也不是那么罕见难得的。这不是，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东西，狗屁都不知道。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啊？伯父，您都捅我了。爸，你先冷静点，先听小水把话说完。伯父，我真的没有骗您。其实这个敖明章是我的爷爷。这些东西他房间里做的有的是，你要是实在喜欢的话，等他回来可以送给你一些的。真的吗？你带我去吧啊！敖清水，究竟是你把我的智商踩在脚底，还是你忽悠别人成瘾？别以为你和敖大师一个姓就可以碰瓷，到处招摇撞骗。小水，你爷爷真是敖明章大师啊？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起过啊？而且敖明章大师那么有名，我好像不知道一样。敖明章他真的是我爷爷，不过我也的确不知道他这么有名啊。具体的我也不知道，一时之间该怎么跟你解释。都怪你当初非要把网线拔了，弄得我们全村都与世隔绝。你看，小水连他爷爷上过电视、登过报纸都不知道，这下怎么解释啊？哎呀，我不也是为了他好吗？要是让他知道老爷子是名人，那咱们的计划不泡汤了吗？都怪老爷子。爸妈，你们俩在这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小水啊，你爷爷的确是那个玉器的大师。这你也知道，咱们村的情况，这电视也看不着嘛。我就说嘛，这敖明章大师已经退隐江湖30多年了，其作品现在竞拍价已经高达50亿了。你要是真的是他的孙女，那当年怎么不把你爷爷的作品随便卖一个，给我儿子创业啊？爸，我看那些东西都是他们一家子偷出来的，你可不要上了他们的当，赶紧报警，把他们一窝子人全部抓起来。哎，等等，我有证据可以证明的。你还真是贼心不死，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脸皮厚的人，该不会又要拿假货和道具来骗我们吧？都到这个份上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拿出什么证据来。敖清水，敖明章要真是你亲爷爷，我就把这些全吃了。爸妈，快去把咱们的户口本拿过来。喏，看好了。敖明章，名字没错，他们真是一家人。这怎么可能？小水，你真是敖明章大师的亲孙女啊？你忘了，咱们在一起的那一天，我就答应过你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骗你的。程可儿，那现在该你兑换你的诺言了吧？我还真挺好奇，你是怎么把这些元宝给吞下去的？那又如何？这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，户口本上又没照片，谁知道是哪个敖明章啊？再说了，真正的敖明章大师随便一个作品就上亿了，怎么会出现在这破山沟里？哼！那你说，你要怎么才能相信？那还不简单？你口口声声说敖明章是你的亲爷爷，那就让他出来见一见啊！是，哎，老公，我记得你之前说过，你以前好像见过大师，你一定能认出他的样子，是真是假，一看不就知道。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。总之，如果见不到，我就告诉所有人，你们敖家都是一群睁眼说瞎话的死骗子。谁欺负我孙女了？爷爷，爷爷，小水，这就是你爷爷敖明章大师啊？嗯，爷爷，这个是我男朋友程俊峰，那是他的爸妈和他的妹妹。不错，小伙子精神头好啊。认不认识？看着是多子多孙的面相啊。爷爷，爷爷知道你今天带男朋友回来，特意赶工了一对新的瓷人娃娃给你当嫁妆，你看看喜欢吗？这是从观音那儿借来的白泥手制而成的，
个个都是开过光的，可保佑你们2个人此生平安顺遂。哟，还观音呢？你咋不说是借佛祖的白泥呢？傲清水，这是哪儿请来的群众演员啊？演技也太差了，就算忽悠我们，也得请个影帝级别的，看不起谁呢？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懂什么？老夫乃东海龙，东海村前任的村长。一个芝麻大点的官儿，也真把自己当棵葱了。老公，你见过大师，你说他是不是真的？这原来是你小子啊！干什么？臭小子，才过几年，你就把敖爷爷忘了？想当初你穿开裆裤的时候，我还抱着你，把你撒尿呢。你小子屁大点儿，尿的可不低呀！臭老头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是，我可没瞎说。你小子锁定上面还有一个芝麻大小的小鸡胎记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。当初我就说你小子长大有前途啊！你怎么知道？哎，难道你真的是大师？爷爷，您怎么会认识陈伯父小的时候呀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都是陈年往事了。当年我宣布封山时，举办过最后一场展览会。当时这个小子他爹程敬天也是我的狂热粉，带着1、2岁小娃娃的他，哭着喊着要见上我一面。老东西净胡说！我们家老爷子都死了多少年了，死无对证。你就算把牛皮吹出朵花来，也证明不了是真是假。至于胎记嘛，该不会是某些人在我们家装了什么摄像头吧？就是呀妈，他们肯定知道爷爷死了，才故意找这么一个理由骗我们。你可不能上当啊！你们闹够了没有？爸妈，小可，为什么你们要一直针对小雪？你们到底想干嘛？你们到底想干嘛？你说我想干嘛？我们还不是为了你好？你看看他们这一家子什么不三不四的人，老的小的满嘴胡话，一家子穷得跟个乞丐一样，还打肿脸充胖子。你现在就给我回去！要走你们自己走，我哪都不去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呀，真是瞎了眼了！我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现在你为了一个女人，居然推你亲妈不要这个家了！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滚开！不要你滚，你个穷鬼！哎，老女人，嘴巴能不能放干净点啊？别一口一个穷鬼的叫。我们敖家那可是世界首富，你们跟我们比，你们程家才是一群穷鬼。看见没有？这才是正宗的鸽子血玛瑙钻做成的手串，这上面的丝线呢，那都是千年冰蚕丝一根一根粘成的，价值10个亿呢。就这些东西，我身上戴的那都是20、30个。还有啊，我这双雕花的鞋，那都是几百年前宫里传出来的手艺，至今绝技，仅此一双，价值连城。这个是我们家的房产证，户主都改到小水的名下，一套价值10亿。哎呀，其实咱们刚刚说的话呀，那都是考验2个孩子的真心，什么钱不钱的，多伤感情啊！只要2个孩子是真心在一起就好，你说对吧，老公？哎，对，我们就不是那人。妈，那雪儿什么李雪儿王雪儿，让她哪凉快哪待着去。我们程家以后的儿媳妇啊，就只有小水一个人。小水啊，之前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啊，以后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。没事的，阿姨，我能理解的。还叫阿姨呢？赶紧走吧。小水，爸妈接受你了。爸妈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亲家公亲家母，那咱们赶紧把日子商量商量。
趁早把婚期定下来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好，现在说这些，未免太早了吧？现在说这些，未免太早了吧？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？这里有写李雪儿禁止入内吗？李雪儿，这里是我家，所以不欢迎你。而且你到这里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啊，这里原来是你家呀！你不说的话，我还以为是个茅坑呢，又臭又异。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。敖清水，我不说你该不会忘了吧？咱们3个曾经可是大学同学呀，雪儿姐，这个满嘴谎话的捞女居然跟你一个学校的呀？岂止她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个臭乞丐，每天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捡空瓶子和吃剩下的饭菜，跟这种臭乞丐一个学校，真是丢死人。哥，你当年看上他什么了？捡垃圾和要饭的本事吗？你们给我闭嘴！再敢侮辱小水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程劲风，你现在的胆子是越来越壮了啊！敢这么跟本小姐说话了？我今天来是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和这个人分手，和我结婚，要么怎样？你自己看。这怎么可能？小水，这到底是什么呀？就是啊，快说啊，急死我们了！拆迁令，爸，咱们东海村要拆迁了。村长，到底什么情况？村子住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拆迁啊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不提前跟我们商量商量呢？爸，我从小都是在这里长大的，我不想村子被拆。小水说的对，这个村子反正都是留给他的，以什么方式留，应该由他来决定。既然他不愿卖，这个村子就不能拆。你们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拆不了。哼，你们祖孙3代还真的是会演戏啊！我倒想给你们的戏啊，好好的鼓鼓掌。这个赏给你们。李雪儿，你别太过分！怎么了？嫌少啊？哼，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，这个拆迁令是上面亲自批的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盖着章的，是你们说不拆就不拆的吗？你们算哪根葱啊？好啊，你们这家不得好死的骗子，什么狗屁百套房产，还世界首富，小心我报警告你们骗婚！哥，你听见了吗？这个人为了骗你结婚，贪图咱家财产，已经不择手段到这个地步了。现在我就替你好好收拾这个贱人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烫伤？别担心，我没事。对不起，哥，我不是想泼你，我是想泼这个贱人。我警告过你很多次，别把我的容忍当空气。你以为我不知道李雪儿是你叫来的吗？滚！会长对不起，可儿是你亲妹妹，就是犯了天大的错，你也不能当着外人的面打她。过来道歉。那是她活该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当初生你的时候，早产大出血，差点没命，也是我咬着牙才坚持过来的。如今你为了外人的几句话，就把你骗得为了外人不要这个家了。早知道如此，当初我就该掐死你。程劲风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真的要为了这个人得罪我吗？你真的要为了这个人得罪我吗？你们非要逼死我吗？我给你最后1分钟的考虑时间，要么你选择我，我们立刻回去；要么你选择他，我一句话让整个东海村夷为平地。李雪儿，你敢？我堂堂李家千金大小姐，我有什么不敢？你59，
58、57。5、4、3。行了，村子拆不了。死老头子，你是听不懂本小姐说的话吗？这个拆迁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的，这个村子拆不拆，本小姐说了算，由不得你。就是吹牛逼吹上瘾了吧？真当自己是大罗神仙？既然这么厉害，你怎么不上天呢？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呐！我说拆不了就拆不了，你们也不看看拆迁令上的承包方是谁？当然是大名鼎鼎的远盛集团。没错。臭老头，别卖关子了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闺女，你告诉他们，你爸我叫什么？我爸叫敖远胜。远盛集团，远盛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他真的和远盛集团有关系？怎么可能？远盛集团虽然是用老总裁的名字命名的，但是老总裁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整个集团都没有几个人见过，连我也没有见过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都不可能是这个臭卖鱼的臭老头。李雪儿，你侮辱我可以，请你不要侮辱我的家人，否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哼，侮辱你又怎么了？比起这个，你们先想想怎么证明你和你爸说的是真的。我确实没有办法证明，但是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相信我爸的为人，他绝对不可能在这种事情上骗人的。哼，这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崽只会打洞，你以为你爹是什么好东西？李雪儿，你闭嘴！够了，我有办法能证明我是远盛集团的总裁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李保国的女儿吧？你现在就可以给李保国打一电话，一问不就知道我是真是假吗？他怎么会知道我爸是李保国？难道他真的是？不可能，我李家在 A 市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知道这件事也不奇怪。好，打就打。谁啊？敖远胜？不认识。什么敖远胜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冒充公司老总，活腻歪了。我差点忘了，以你爸现在的资历，根本就没资格见我。哼，我还有一个可以证明我身份的人，你可以去问一问远盛集团的副总江天。你谁呀？还想见我们江副总？滚！听见没有？我爸根本不认识你们这群穷光蛋。好啊，让你们吹牛，现在牛皮吹爆奔自己脸上了吧？儿子，这下你总能看清楚这家人都是些什么货色了吧？不是这样的，飓风。没事，我相信你，小雪。就算你一无所有，我还是只会娶你一个人。你忘了，我们也是从一无所有一路走过来。只要是你，我们裸婚入赘又如何？你死！老公，混账东西啊！你当真要为了这个女人，把我和你爸都活活气死吗？人家雪儿哪里比不上这个穷骗子？你到底分不分手？你们逼我和小水分手，才是真的想逼死我。程劲风，我看你是真的铁了心的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现在就打电话让这个村子夷为平地，立刻马上铲平东海村。你们给我把挖机开过来，弄死他们！你敢强拆一个试试？除非你今天从我身上碾过去。敖清水，你当真以为本小姐不敢是吧？你就是一个臭买鱼的，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蝼蚁那样简单。李雪儿，你疯了吗？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？我疯也是你们俩逼的。李雪儿，你可要想清楚，你要是真的铲平云海村，恐怕承担不起。
死老头子，空口说白话有什么意思？你还是好好想想，到时候你们这全村人是怎么死的吧！居然敢打我！打就是你！你今天要胆敢拆我东海村，我敖清水绝对不会放过你！不放过我？好啊，我今天就看看你是怎么不放过我的！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弄死！水水，保护三公主！李雪儿，有什么冲我来？陈清风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这个臭婊子？你几次三番都为了他跟我作对，你要搞清楚，你是我的未婚夫。在你出轨、背信弃义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半点关系。我这辈子唯一的妻子，只能是萧水。你若再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好，这可都是你们俩自找的，你俩给我等着！让开！李雪儿，你冷静点！不要！不要！敖清水，你去死吧！都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天平，你回来了。你又是哪冒出来的垃圾？居然敢挡本小姐的路！你信不信本小姐让你跟这村子一起铲平？就是，没看到我们雪儿姐在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壮举吗？敖清水，这是你哪儿请的群众演员啊？这次又要演什么角色？闹够了没有？我乃龙国第一国防大将军敖天平。谁给你们的胆子，胆敢拆东海村的？敖天平，就是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敌国间谍、大名鼎鼎的国防大将军敖天平。不可能啊！他怎么会来这破山村啊？什么狗屁国防大将军？我看呢，就是他们串通一伙的骗子。那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，可看不上这破村子。敖清水，找人冒充国防大将军可是死罪。今天你们敖家死定了！俊峰，继续跟这个骗子在一起，迟早有一天会被他连累死。小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他真的是龙国第一国防将军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在我们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。现在知道撇清关系了。你不是说他是国防大将军吗？拿出证据来。拿不出证据，今天你们整村人都跟着他一起下地狱吧！都跟着他一起下地狱吧！哼，本将军行得端，坐得正，无需自证清白。我看你是压根证明不了，怂了吧？笑话！本将军一人面对敌国数百名间谍都不曾畏惧，我惧怕你们这些人？吹牛逼谁不会？我还说我是龙国女帝，怎么着？你见了我，是不是还得给老娘我磕一个？放肆！你身为一个龙国人，竟敢冒犯自己的国家，是不是想吃牢饭了？跪下道歉！你说跪就跪啊？你算老几啊？想让我们下跪，那先证明你自己的身份。好，如果我能证明自己的身份，你们就跪下，向龙国、向敖家道歉。跪就跪，我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！我们永远不识泰山，冲撞的大将军，大将军饶命啊！不要命了，还不赶快跪下！爸，不就是快破铁块了吗？凭什么能证明他说的都是真的？凭什么给他们跪下？能号令我国的所有军队，是千年玄铁打造的将军令，全国仅此一块，不可能有假！还不赶紧跪下！你说什么？我们家居然还认识这种大人物！哎呀，刚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了。敖将军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别跟我这一介妇人计较。对，敖将军，您英明神武，我们知错了。
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哼，算你们还识相。以后要是胆敢再让我发现你们侮辱龙国、侮辱敖家，我定让你们程家和李家在龙国混不下去。是。我能冒昧的问一下，您和他们是什么关系？是啊，我看您跟我的家人好像很熟的样子，您跟我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都怪我们，光忙着你和俊峰准备结婚宴了，忘了告诉你，其实这是……小水啊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长得可真快。你放心，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我会亲自告诉你的。这次我回来，一是许久没回家了，想陪家人团聚一下过个年，顺便见一见是哪个混小子敢娶我们家小水。二是听说有人要强拆东海村，我看看谁这么大的口胆。敖将军，这可不是我要强拆的，是他们镇长亲口同意的。谁让这个破村子挡在我们远盛集团的渡口前了？远盛集团？远盛集团？对啊，敖将军也听说过我们远盛集团吗？我爸是远盛集团的项目经理。你以后有什么要合作的地方，可以联系我们。不过就是个项目经理，不知道了还以为远盛集团是你们李家开的呢。敖将军其实说的也没错，我爸呢是远盛集团掌舵人面前的红人，远盛集团以后谁说了算还不一定呢。敖将军也是一个聪明人，如果加入我们，以后好处少不了你。李保国？我怎么不知道远盛集团有个叫李保国的呢？敖村长，您知道远盛集团有个叫李保国的吗？他就是一个臭山炮，他怎么可能知道我们远盛集团的事？爸知道你这个女儿在外面这么胡言乱语的吗？你去告诉李保国，他要是胆敢拆东海村，定让你们李家加倍奉还。我。敖将军，咱们是一家人，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你说什么？大水冲了你家的庙？你竟敢诅咒我们你！你真是狗嘴的土著象！既然你说是一家人，那就是同意我们家小水和你儿子的婚事了。庆丰是我儿子，我这个当妈的没同意，谁也别想进我陈家的大门。敖大将军都说了，谁敢不听？敖将军又怎么了？他再位高权重，是穷山沟出身的，就是低贱。想当我蒋莲的儿媳妇，那必须是位高权重的名门大家闺秀。切！快跟我回去，去找李雪儿，你们现在就举办婚礼。妈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，我不走。伯母，我们一家人都是真心对待俊峰的。真心有个屁用！陈俊峰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走不走？不走就没有我这个妈。不回去。以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，陈家和你也再没半点关系。老婆，妈，老婆。敖将军，我老婆只是一时想不开。程建斌，我希望你想清楚，机会我只给你一次，是要你们程家上下活着，还是当李家的走狗？是要你们程家上下活着，还是当李家的走狗？是，我现在就回去教训那娘们儿。这下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。嗯。哦，对了，那您现在可以告诉我，您跟我到底是什么关系了吗？我是你哥。我哥？小水啊，天平确实是你哥，
只不过是我和你爸在10几年前在村头的河边捡到的弃婴，在你出生时他就参军走了，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。因为天平后来被调到保密单位，所以啊，一直就没有告诉你。哥，哎，行了行了，既然天平回来了，咱们一家人吃个团圆饭。喂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东海村的项目已经派人去对接了，这会儿啊都拆上了。您听我消息。很好，事成之后，远盛集团的下马交易非你莫属。得嘞，得嘞，得嘞。爸，喂，女儿，你这去了趟村，怎么成这鬼样了？快来坐，坐。慢慢说，慢慢说。你还说呢？那陈君峰和敖金水这2个贱人，居然让我当初下不来台。咱们李家也是大门大户，他一个小小的程家，居然为了一个捡垃圾的臭乞丐拒绝你。你等着，爸爸见到他，我把他腿给他砸断了。对了，东海村的事怎么样了？你还说呢？我本来是要强拆的，谁知道突然之间冒出来一个什么国防大将军，叫什么敖天平，他不仅打了我，还有李家威胁我，还说让我转告你。说什么？你要是敢拆东海村，他就让你家被复还回去。去他妈的！什么大将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是真是假还不知道。再说，咱们李家也不是没有靠山。我现在要去喊人，我弄死他！爸，敖清水，我看你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？不过那个敖清水和敖天平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喂，李小姐，你马上给我查清楚，敖清水和敖天平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放心，立刻，马上！我肯定是喝多了，我看见小水的脑袋变成龙。我好像也喝多了，我看见他们都变成了海鲜了。不管小水变成什么，我都永远爱你。看来是小水找到了真爱，诅咒有所松动了。可是要让俊峰看到，这可怎么解释啊？妈，妈，小水和俊峰他们呢？都喝醉了。爸和其他叔叔婶婶们也都喝醉了。他们怎么样啊？整个村的情况都和您一样，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把俊峰和小水单独隔离开了，他们暂时不会发现异样的。好，那就好。小水和俊峰啊，是咱们龙族打破诅咒、重获自由的希望。
快放下！这可是我花2000万买的骨头。以后别在老娘面前提这2个字。古董怎么了？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，还不是跟那个臭卖鱼的跑了？算了吧，就让妈消消气吧。谁让那个狐狸精这么会灌迷魂汤，再加上那个敖什么的，凭什么给他们家当靠山？咱们家这次可真是丢脸丢到姥姥家了。我蒋莲这辈子没受过这么大的屈辱，我不会放过他们家的。但是敖天平可是国防大将军，1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权力和地位李家可没法比。如果咱们要是攀上这层关系，程家可就一步登天了。你说的对，为了程家，我暂且忍一忍，但想进我程家的大门，可没那么容易。敖清水跟我斗，你还愣了挺？老公，跟儿子说，我同意他和那个人结婚。各位，诅咒开始松动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东海村，但是只能短距离。就算修为最高的我和雪华，也只能最远到镇上。我们先到镇上参加他们结婚仪式。你们的修为不够，切勿乱跑过了界，否则会引来天雷。小雪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到你和大家都变成龙和海鲜。我看你啊，肯定是喝多了，海鲜也吃多了。我要是变成龙的话，第一个先把你吃了。我呀，甘愿成为美女殿下的美餐。爸妈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闺女来了。哎，是啊，你看到哎呦，没球呀！你确定这张照片没有错位？我亲眼所见，敖天平和陈雪华两人在后厨私会。话说着说着，敖天平就上手了，还给陈雪华披上了衣服。太好了，没想到堂堂国防大将军，居然和一个臭卖鱼的有一腿。清水，我就让你们家再多热闹一会儿。这么大的连锁店，怎么会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开分店啊？这家老板是有多想不开啊？你们看看这破镇子鸟不拉屎的是人待的地方吗？就是这么大的店，不应该开在都市最繁华的地带吗？这家店该不会是什么盗版店吧？你们2个就少说2句吧。俊峰电话里都说了，亲家公和亲家母没去过远的地方。况且这2天身体不舒服，去不了城里，就选了一个折中的地方见面。而且这已经是他们镇上最好的饭店了。你啊，就听他们家编吧，什么身子不好，我看你分明就是没有诚意。不过他们那群土包子，估计去过最远的地方，也就是附近的镇子。哎，妈，我听说那些农村乡下人，个个都是贪财的小人。他们家该不会趁机狮子大开口要天价的彩礼吧？他们敢！我还想看看他们能拿出多少嫁妆。爸妈，快看这个！真是天大的好消息！我就说嘛，那敖清水一身的狐妹子是跟谁学的？原来啊，这老的就不是什么正经货色。这下我们可以有了敖家的把柄，还怕他们不听咱们的吗？你说的对，咱们程家就不能有这种败坏门户的肮脏亲戚。
爸妈，小雪他们来了。爸妈，小雪他们来了。阿姨，这个是我跟我爸妈给二位送的见面礼，请你们笑纳。少拿你那些廉价货脏我的眼。我们啊也没时间在这多耗，有话就直说了。想嫁进程家，你们家至少得拿出15个亿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怎么了？他们一家人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很有钱吗？还有个大人物当靠山，区15个亿拿不出来啊！果然是一群骗子。小水，罢了，他们家也够可怜的，没见过什么宝贝，区15亿而已，对咱们家来说就是凤毛麟角。哟，说的可真好听，也不怕把自己呛死。没错，而且彩礼钱我们家1分也不会出。妈，你不是同意我娶小水了吗？你干嘛这么对她？我是答应了，可我没说要给他们家彩礼钱啊。我实话告诉你们，这就是我们家的规矩。你们敖家要是能接受就嫁，接受不了就趁早和我儿子分手。伯母，你们这简直是欺人太甚！你们这简直欺人太甚！是你们家先欺人太甚在先吧？我们怎么欺负你们了？你个不知羞耻的小贱人，还有脸说？别以为傍上有权有势的大佬就可以山鸡变凤凰，野鸡就是野鸡，这辈子只能在穷山沟里苟。你说谁是野鸡？说谁心里清楚。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东西，要不是你妈一把年纪了还学人家勾引敖将军，你们敖家现在能坐在这跟我们说话？妈，从哪听说的这些啊？这2对母女就差把作风不正4字写在脸上了。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许乱说。我和天平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。天平他是我哥哥，你们心里是脏的，所以看什么都是脏的。凭一个这么站不住脚的理由，就想污蔑我妈和我哥，请你们立刻向我们道歉。爸妈，小可，敖将军确实是小雪的亲哥哥，我可以用性命保证。你们怎么能这么对他？赶紧道歉啊！真的？那是我们想错了？当然是真的。小水知道你们喜欢古董收藏品，特意给你们准备了价值2亿的霓虹手镯。是真的，货真价实的霓虹手镯。这类手镯世界上只有这1双，你们是从哪弄来的？哦，伯父，这些只不过是我们家的小玩意儿，你还喜欢吗？好，还叫伯父，该改口了。爸，闹干什么？平时都是听你的，这回我做主，你们俩的婚事我同意了。爸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爸，哎，你们俩的婚期就定在下个月初5。亲家公、亲家母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好啊，好。雪儿姐，情况有变，婚期已定，下月初5，速来强婚。敖清水，别高兴得太早，后头有你受的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连个充满鱼的都赶不走，还得是我亲自出马。But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, I feel a peace in me arise. I never knew love could be so healing. I never thought I could learn to feel.
你发什么呆呢？ But when we're 怎么样？ standing 我 side 今 by 天好不好 side, 看？ oh, there's no darkness 好看。 left to hide. 你一定是这世上最美的新娘。 And ooh, 谁干的？滚出来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这酒跟长了眼睛似的，非得往垃圾身上泼。这酒跟长了眼睛似的，非得往垃圾身上泼。怎么又是你？景峰，咱们又相遇了。你是特地来这里为我们准备婚礼的吗？李雪儿，你别做梦了。我说过我们之间不可能，而且我和小水的婚期已经定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只要你一天没有跟他结婚，你最后属于谁还不一定。李雪儿，请你别再纠缠我们了。如果你敢破坏我们的婚礼的话，我定让你们李家后悔终生。哟，你不说话的话，我还以为这里杵了一个垃圾桶呢。你除了靠身体上位，你还会什么呢？也不看看你自己算什么东西。再看看你身上这件婚纱，充满了廉价气息，廉价货就应该再打折取。李雪儿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我忘了告诉你们了，刚刚我已经花钱把这里所有的婚纱都买下来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我李雪儿。你身上这件婚纱，我就算是送给乞丐，我也不会卖给你。来人，把它给我扒光了扔出去！我看谁敢！一群没用的废物，还得我亲自来！贱人，你穿的什么？这就是一件普通的婚纱啊！贱人，你敢戏耍本小姐？今天你别想出这个地方！你动小雪一个试试，趁我没发火之前赶紧滚，不然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。你们俩给我等着，这件事我跟你们没完！走。小雪，没事吧？不没事，就是可惜了这件婚纱了。婚纱没了可以再挑，只是看样子今天是挑不了了，先回去处理一下吧。闺女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这臭小子欺负你了？不是去试婚纱吗？婚纱呢？妈，爸，我今天在婚纱店碰见李雪儿了。岂有此理！李家真当我是病猫吗？李保国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女儿是怎么欺负我女儿的？我叫你们李家双倍奉还！小水，你别担心，区区一件婚纱而已。其实啊，妈妈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等着啊。打开看看。这是我们家族众多宝贝之一，你穿上它，一定艳惊四座。君芬，你快看看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比婚纱店那件还好看，就穿它了。太好了，谢谢爸，谢谢妈。恭喜啊，陈总，终于和小姐修成正果了。谢谢谢谢，请便请便。I never knew it could be so easy. 这时间还没到呢，这新娘怎么出来了？静风，你今天结婚，我来祝福你。今天是我和小水结婚，你穿成这样想干什么？毕竟我们曾经真心相爱过。你结婚，我作为前任，在你婚礼的时候特地盛装出席，表示对你的尊重和重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，吉时已到，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新娘登场。敖清水，我这件婚纱可是全国高定，仅此一套价值上亿，我就不信你还能拿什么跟我比。I
just wanna love you well with all that I am. 这是新娘吧？不是说敖家就是个穷山沟里卖鱼的吗？比李雪儿身上穿那可贵几百倍啊！别说敖家和程家了，就算李家他也买得起。这婚纱哪儿买的？如果当年我结婚的时候能穿上这件婚纱，那此生就无憾了。跟这婚纱相比呀，李雪儿身上的婚纱才显得寒酸呢。幸好咱们用幻光焦纱做的婚纱给小水，要不然敖家这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。没错，这可是上古龙鳞和千年鲛人的尾巴缝制而成，不仅美观无价，还能保佑咱们小水，绝非人间那些胭脂俗粉所能比得上的。傻瓜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咱们的仪式马上开始了。啊！慢着，慢着！各位，我老陈家新媳妇进门有个规矩，跨火盆要赤着脚，才能证明此人的忠心和身体干净。你要想证明你对我儿子是真心的，那就赤着脚从这火盆上跨过去。程家欺人太甚！哎，这场婚礼无论如何得进行下去。小水好不容易找到真爱，先完成婚礼再说。全村人都在这里，如果现在阻止婚礼，等到诅咒被修复，那我们龙族将殒命于此，不得清举。可小水他……别急，小水会平安无事。妈，你又在作什么妖？我怎么不知道咱家有这个传统？小水光脚，他会受伤啊！闭嘴，动个屁！如果他今天不肯跨，那就说明这个女人就是贪图咱们陈家的钱。这个贪图钱财、不守妇道的荡妇。妈，可我今天穿的是夜帝婚纱，您这样……陈家的脸面可比你这件破婚纱金贵。想嫁给我儿子，就得守我的规矩。伯母，清水妹妹毕竟是乡下长大的丫头，怎么可能知道我们这些世家的礼仪呢？是啊，嫂子该不会是要悔婚吧？哥，你不是说嫂子最识大体吗？难不成她承认自己是荡妇了？难不成她承认自己是荡妇了？妈，这炭火至少300度，你这和杀人有什么区别啊？混账！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你妈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你好？胳膊肘往外拐的白眼狼！爸，怎么连你……哥，你事到如今还不明白吗？你口口声声说为了这个女人放弃一切，可她呢，连为你跨个火盆都不愿意跨，她根本就不爱你。你胡说！我对俊峰的心日月可见，我如果有一点不轨之心，天打五雷轰。好听的话谁都会说，那你倒是跨过去啊！雪儿姐，你别忘了，敖家一向爱吹牛演戏，现在没有相机都不会演戏了。嫂子，我一定会把你赤脚跨火盆的视频发布到网上，给你一个终身难忘的婚礼瞬间。程小可，你别得寸进尺。程俊峰，你又为了这个外人打我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是不跨过去，休想进程家的大门，我也不会认你这个哥。够了！我跨！疯了吧？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罗神仙，不怕火炼吗？天哪，那火苗那么高，他还穿着婚纱，你就别说他能不能受伤了，要是稍有不慎，那婚纱就会着起来的，到时候那可是一条人命啊！程家这是把人往死里整啊！小水，不行。俊峰，没事的。倘若我今天不跨过去，这场闹剧是不会结束的，大家也都不能安生。可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。哼。陈剑锋，你干什么？你能不能继续？不是靠你的牺牲来完成的。
So I give you my 军峰， heart. 我们一起面对。妈，你满意了吧？这是我养的好儿子。李雪儿，你要是真心来祝福我们，我们非常欢迎你。可你要是来破坏我们的婚礼，就别逼我对你不客气。好大的口气！我看看你们怎么个不客气法！爸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好大的口气！我看看你们怎么个不客气法！爸，他们一个两个都欺负我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这一群蝼蚁都不如的东西，好大的胆子，敢欺负我李保国的女儿！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李总，李总，您受笑了。谁敢欺负大小姐？就是这个女人，他们家老是隔三差五的找大小姐麻烦。我说是谁呢？原来是你们啊！冒充远盛集团的老总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，也不看看你们，一个个的穷酸样，撒泡尿照照啊！就你们还想冒充我们远盛集团在这碰瓷？哪来这么大胆子？是活腻了！我看活腻的是你吧？别在这说话呢，给我出来！狗东西，你挺嚣张啊，敢跟我顶嘴！看来你把你的坟地在哪儿都找好了吧？同样的话，我也说给你。哎呦喂，真没见过你脸皮这么厚的！来，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等你死了，给你立块碑！你给我听清楚，我叫敖远盛，远盛集团的远盛，远盛集团的远盛。这个傻子，他说是远盛集团的老总。如果他要是老总，我就老总。我爸没有说谎。你爸没有说谎，那你证明啊！我爸可是远盛集团项目经理，这所有人都知道的。你爸这个总裁，鬼才知道吧？李保国，你马上就不是远盛集团项目经理。哎呦，我好害怕呀！我看你们家都是神经病，有空啊，到精神病院看看去啊！骗着自己都信了。就是敖清水，你爸要真的是远盛集团的老总，你们一家子还至于窝在穷山沟里捡破烂吗？你可别告诉我，那是你大小姐体验贫苦生活了。你说的没错，用你们的话说，小水的确是我们远盛集团的千金大小姐。我们装穷也是为了磨练她，希望她早日成才。现在有些人啊，说瞎话都不打草稿，还远盛集团的千金体验生活呢。我呸！真是一群不要脸的玩意儿。如果是真的呢？如果你们要是能证明你们是真的，我把我的脑袋揪下来给你们当球体，我也跪着道歉。这么热闹的场面，怎么能没有我呢？这么热闹的场面，怎么能没有我呢？江副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今天是远盛集团大喜的日子，我这个副总怎么可能不来呢？大喜的日子，难道是老总退位，集团让您掌管？放屁！李保国，你是想找死吗？谁给你的狗胆，敢对老总、大小姐不敬？大小姐，江副总，您说的老总、大小姐，不会是他们吧？废话，不是他们，难道是你和你的女儿吗？恭迎老总、大小姐回归远盛集团。起来吧。什么？这群土包子竟然是远盛集团大名鼎鼎的老总和千金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太不可思议了！这下李家的脸可丢尽了，我还等着看李保国把脑袋拧下来当球踢呢。江副总，你肯定是弄错了，他就是一个臭卖鱼的。上学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臭乞丐，每天在别人屁股后面捡破瓶子。他怎么可能是远盛集团的千金大小姐呢？他怎么可能是远盛集团的千金大小姐呢？李雪儿，你少看不起人了。我虽然是捡垃圾，但是我也是靠自己的一双手勤勤恳恳的挣钱，我的钱干干净净。而你，别忘了你们刚才下的赌注，现在立刻下跪道歉。让我道歉？
没那么容易。虽然你是老总，我也没那么容易怕你们。李保国，你们李家是在找死！从现在开始，你和你的女儿被我们远生集团开除了。从此以后，你们李家再也不允许出现在 A 市。谁那么大胆子？老祖宗，您可来了。姓敖的，别以为你背后有大人物撑腰，我就怕你。我们李家混这么多年，也不是吃素的。这是我的老祖宗 ，A 市市长见了都得让3分。没用的废物，还让我这个老头子亲自出马，我们李家的脸今天被你丢尽了。是，让我看看没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。你算是什么太岁？李家小儿看见祖宗还不快给我跪下！放肆！哪来的狂妄之徒？小小年纪如此不知礼数，敢自称为老祖，老子都能当你爷爷了。就是啊，爸，他看着比您大50多岁呢，您怎么会？事到如今，我就不隐瞒你了。您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敖家都是来自东海的龙族，我们都是活了千百年的真龙，只因在1000年前啊，我们龙族的公主欺骗了下凡历劫的天地，所以啊，我们龙族被降下诅咒，被困在远离大海的东海村。如果敖家能出现一个出身贫贱、有才华、有美貌、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，且寻得真爱，才能破除诅咒，带领我们龙族重回东海。哥，你也知道，你哥哥他是捡的，所以他不受限制与诅咒，他可以随意出入东海村，我也没有隐瞒。也就是想让他成为东海村和外界联系的桥梁。爸妈，你们听见没？他们说他们家都是龙，还是受诅咒的龙，笑死我了！你们是老天爷派来的逗逼吗？专门在这扮小丑逗人玩乐呢？哎呀，要是不赏你们几个钢镚啊，哎，我这内心啊都过意不去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活了1000年的龙，还什么天地历劫？这你们家在这演电视剧呢？神话故事都不敢这么编。我看你们这一家子人不是骗子就是精神病问题。哎，我刚好认识几个精神病科的医生，要不介绍给你们村？请你们注意你们说话的态度。我看你们不光是精神病，弱智精神病啊！这么个理由都能骗了个人，你们俩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！敖清水，你的大学该不会是偷来的吧？跟你上同一所大学，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！你们让他们尽管笑吧，小水。无论何时，我都相信你，且一直站在你身边。旋风，我们还是不能和这傻子接触吧。程家这小子，我看他是废了。哎，姓敖的，你不说你是龙吗？哎，你给我变一龙，今天大喜的日子，给大家助助兴吧你！我们不是动物园的动物，任由你们观赏的。好，好，你不是那个说自己是真龙的才是，你找死！小水现在已经找到了真爱，诅咒已经被解除。我不现身是为了你们这些凡人。我们龙族要是现身，他这里将夷为平地。夷为平地？哼，就凭你们！来吧，我看你们怎么把这里夷为平地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可别后悔。小水，你已经长大成才了，是挑大梁的时候了。为父就把号令全族的权利交给你吧。爸，我放心大胆的去干吧。东海龙族听令，在！吾乃东海龙族3公主敖清水，3000龙印随我腾霄而起，东海万顷。啥情况啊？儿小以真身震波涛。我等听令。真的是龙！怎么回事啊？小水，
怎么又带这么多宝贝回来？一会儿栋梁回来发现怎么办？嗯，快藏起来。哎呀，这不是听说敖丙弟弟过2天要带着哪吒过来吗？我就寻思了点好东西招待招待他们。哪吒，你家亲戚朋友怎么都是神话人物啊？对了，栋梁那小子可精着呢，一会儿要是让他发现咱家其实很有钱，这些年的成才计划可就前功尽弃了。你就放心吧，想当年我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？我从我爸妈那身上可是学了不少教育孩子的经验呢。爸爸妈妈，来，今天我捡了好多瓶子，卖了钱，今天晚上我们就能吃上猪肉渣了。真棒！